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一种秘密不是藏在文字的意思里，而是藏在文字的结构本身？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古老经文就是这样。它的秘密其实不在于它到底说了什么，而在于它怎么说。而这个秘密说不定会彻底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哦。你看这个，光是看到这个画面，你就能感觉到它的分量，对吧？这可不是什么随便的小册子，这部叫做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的经典，真的是一部史诗级的巨作。你光是看着它，就好像能感觉到那种很深很深的智慧在里面。所以问题就来了嘛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智慧需要用这么庞大的篇幅去解释啊？这背后肯定有什么名堂，对不对？一定有什么特别的故事。这个秘密的线索啊，其实就藏在这部经文里面一个很奇特的、不断重复的模式里。走，我们来一探究竟。好，我们再靠近一点看，你看这些字密密麻麻的排得非常整齐，你看久了会不会觉得有一种很奇特的节奏感，好像对，甚至有点催眠的感觉。然后你再翻页，一页又一页，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，就是有一个特定的句型，一个公式，它就这样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。这绝对不可能是巧合，对吧？这一定是设计好的。看到了吧？就是这个模式，这个重复性可以说是贯穿了整部经文的核心，所以它绝对不是什么多余的废话，它本身就是一个谜题，等着我们去解开它。那这个神秘的公式到底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 A 即非 A 是名 A。听起来很绕口，对吧？我们刚刚还在讲视觉上的感觉，现在一下子就跳到了一个听起来充满矛盾的概念。你现在心里一定在想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一下说是 A， 一下又说不是 A， 这到底在搞什么？一部这么神圣、要传递智慧的经典，怎么会建立在一个听起来完全不合逻辑的句子上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就得先了解这部经文背后真正的核心思想。可以说，这就是解开整个谜团的关键钥匙。这个核心思想就叫做般若波罗蜜多。你大概可以把它理解成最究竟、最圆满的智慧。不过，这里说的智慧，跟你我想的什么知识资讯完全是两回事。它是一种超越语言、超越所有标签，可以直接看到事情真相的一种洞察力。那用这种智慧看出去的世界长什么样子呢？它的本质就叫做空性。先别误会哦，这个空不是说什么都没有，空空如也。它的意思是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东西是完全独立自己存在的，每样东西的存在其实都仰赖着所有其他东西，它们是像一张网一样紧紧连接在一起的。讲可能有点抽象，我们来举一个例子。你看，我们平常看世界会说，这是一棵树，对吧？很简单。但如果用空性的角度来看呢？这棵树如果没有阳光、空气、水、土壤，它还能存在吗？不行嘛。所以说，树其实是整个大自然网络的一部分，而树这个词只是我们为了方便沟通贴上去的一个标签而已。OK， 所以绕了一圈，我们又回到最初的问题了。我们现在大概知道背后的哲学了，就是空性嘛。但是那个奇怪的公式 A 即非 A。是名 A 到底跟这个有什么关系？它是怎么帮助我们理解的？答案其实很妙，这个公式它本身就是一个工具，一个为我们的大脑、我们的心灵所设计的实用工具。它的目的不是要描述什么道理给你听，而是要锻炼你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3步骤的心灵体操。来，第一步，先提出一个概念，我们叫它 A。
接着第二步，马上否定它，告诉自己这个 A 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，这就是即非 A。最后第三步，再承认好吧，我们平常为了方便，暂时把它叫做 A， 这就是是名 A。我们直接用经文里的例子来看哦，比如说菩萨，听到菩萨，你可能马上想到一个很神圣的形象，对吧？但经文马上就接一句，即非菩萨，它的意思是，嘿，菩萨不是一个固定的身份，不是一个实体，它其实是一种行为，一种发心。所以呢，我们才称之为菩萨。你看这个公式是不是就这样，硬是把你的思维从那个标签上给拉开了？所以啦，最关键的一点就在这里。这整部经文它根本不是要给你一本世界说明书，它的形式跟它的功能是完全绑在一起的。它本身就是一个工具，就像是给大脑用的健身器材。它就是要你透过不断的重复这个练习，来打破你对语言、对概念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执着。好，讲到这里，我们把所有的线索都拼起来了。所以，我们到底从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智慧呢？简单来说，这部看起来很奇特的经文，它其实是用一种非常巧妙的、不断重复的语言来拆解我们脑袋里那些根深蒂固的思考习惯。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引导我们超越那些语言啊、标签啊，去得到那种叫做般若波罗蜜多的圆满智慧。有了这种智慧，你才能真正亲眼看到这个世界万物互相连结、互相依存的真相，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空性。那这就留下了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的问题了。如果我们平常生活中用来定义所有东西的那些名字、那些标签、那些概念，都只是一种为了方便而使用的工具，而不是那个东西真正的样子，那么当我们试着把这些标签全部撕掉之后，我们眼前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呢？